乌军向库尔斯克连发14枚导弹，收复马赫洛夫卡失地。西维尔斯克大捷，乌军第10雪绒花山地旅全歼俄军突击部队。朝鲜士兵暴动，击杀5名俄810旅士兵，向乌军投诚。德国的豹尔坦克生产商将在乌克兰设厂生产。用俄军武器反击俄军，以色列将向乌克兰提供缴获的珍珠党俄式武器。摧毁俄罗斯，川普对普京的态度明确了。评论：普京总统的10大败绩。聚焦战场动态，剖析地缘争端，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视频制作不易，请您尽量看到最后，并给我们点赞留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2025年1月22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64天。1月20日的期限已过，乌克兰仍在库尔斯克这块俄罗斯的领土上发动攻势。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月21日夜间，乌克兰反客为主，借地打俄。乌军朝库尔斯克的俄军控制区动用了3套海马斯系统，一口气向库尔斯克连发14枚导弹。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其中有2套海马斯几乎是同时各发射了6枚 GMLRS 增程导弹，导弹如流星般划破库尔斯克的夜空，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紧接着，第3个发射器也发射了2枚导弹，一齐攻向了俄军阵地，瞬间火光四起。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战场信息被披露出来，预计乌克兰方面不久后也会发布正式的报告。与此同时，在地面战场，乌军的行动也没有停滞，他们在苏贾东部的马赫诺夫卡发起了反击。根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克兰已重新控制了马赫诺夫卡的部分失地。早些时候，俄军曾推进到该地，并和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双方的阵地一度反复易手。现在看来，乌克兰的反推也在继续，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的战事规模还会升级。而俄军也试图发动更多的机械化进攻，他们向乌军的防区出动了超过20辆的坦克装甲车，外加上百名的冲锋队。乌克兰第47和第82旅随即投入战斗，展开了联合行动，使用火炮和无人机阻击俄军。战斗持续了整整1天，在被击中了3辆坦克和7辆步兵战车后，俄军暂时退出了战场，乌军成功守住了阵地。类似这种程度的攻势，俄方在后面几天应该还会不断进行。俄军在1月20日这个期限内击退乌军的战略目的已然无法实现。乌克兰在这块土地上的活动还十分活跃，不过俄罗斯方面仍是占有人员数量优势的。有亲俄媒体报道说，不甘心失败的普京最近命令俄军在库尔斯克进一步加大了投入，集结了前所未有的重兵集团，围绕着乌军防守核心大城苏贾。俄军在东北西3个方向部署了8个旅、7个师，总兵力超过10万，试图一举突破库尔斯克防线，并向苏梅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库尔斯克的乌军防线兵力远不及俄军，前线仅有9个旅，后方预备队只有6个旅，若全部满编，兵力也仅有 4.5 万。在东南战线，俄军已经逼近苏贾城区，北线则不断蚕食乌军占据的外围定居点。俄军大量使用重型航弹对乌军进行打击，巨大的爆炸将乌军占据的定居点摧毁。尽管如此，乌军依靠库尔斯克战线的宽度和俄军兵力无法完全展开，并没有放弃这些外围定居点，而是顽强维持了防线，还不时地展开反攻，而且是极为有效，拳拳到肉。同样是在库尔斯克州，一名乌克兰伞兵使用美国提供的 FGM-148标枪反坦克导弹与来袭的俄罗斯机械化突击队交火，击毁一辆俄罗斯车辆。乌军特战部队第73海军陆战中心则继续展开进攻，并在歼灭了多名朝鲜士兵后夺取了他们的阵地。有视频显示，他们还对阵亡士兵的 DNA 进行采样，用来确认身份，看起来还打得比较轻松从容呢。
乌克兰在前线再次发起对俄军指挥系统的打击。而 B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称，乌军近日展开了对顿涅茨克的新一轮袭击，目标直指位于顿涅茨克俄占沃尔诺瓦卡的俄罗斯第29集团军指挥所。据悉，乌军在夜间向29军的一个指挥部发动猛烈炮击，并使用了海马斯火箭弹。随后，俄军指挥部一带就传出隆隆的巨响，目击者称前后听到了约8起爆炸声。现场的监控视频也显示，29军的驻地附近已闪现出强烈的火光，在夜间的城市中都清晰可见，持续了1个多小时。目前，俄方尚未做进一步回应，详细的战损还在统计中。这也是乌克兰对顿涅茨克发起的最新行动。从2024年年尾至今，乌军就对前线战场的俄军指挥部发动了系统性的攻击，先后空袭了对手的多个指挥基地。1月12日前后，乌军甚至在1周之内攻击了5个俄军指挥部，而其中3次都是顿涅茨克方向。他们在当地的新格罗迪夫卡、斯韦特洛达尔斯克和哈尔奇克市分别袭击了俄罗斯第2军、第3军和第8近卫军的指挥中心。因为顿涅茨克战线如今已是俄乌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区域，无需讳言地说，这也是乌军压力最大的战场。外界分析，基辅方面正用攻击俄军指挥系统的方式打乱对方的部署，从而有效地阻击对手。从战场的实际情况看，这也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俄军的攻势较之前已经有所减弱。至于这一次空袭俄29军指挥部之后将带来什么影响，我们继续观察。与此同时，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也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威胁，主要区域则集中在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和米勒罗沃一带，目前战况还不明朗。不过，乌军在14日对布良斯克化工厂的袭击已经有了更多的后续。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3座生产大楼都遭到了毁坏。俄军目前几乎在整个乌东对乌军保持着战术压迫，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卡诺沃希尔卡方向，乌军的战场环境持续恶化。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第2和第41集团军目前已将全部兵力压了上来，乌军则通过不断防守反击迟滞俄军推进，并利用无人机和精准炮火杀伤俄军的有生力量与军事装备。Deep State 地图与哨兵卫星地图同时显示，乌军在19日的反击中夺回了舍甫琴科附近的锂矿。该战场上目前集结了俄军3个集群、5个集团军，即中央战区第2和第41集团军、南方战区第8和第51集团军，以及东部战区第18机炮师、第39独立近卫摩步旅。此外，还有第119导弹旅、格鲁乌第3、第24特战旅等独立部队。但由于红军村防御坚固，重兵防守，俄军若想攻克该城，付出的伤亡代价很可能会超过巴赫穆特的 7.8 万人，而且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位于顿涅茨克与扎波罗热州交界的大诺希尔卡，则是乌军在南顿的最后一个战略支撑点，军事和政治意义重大。在俄军第5、第29和第36集团军以及第127摩步师的3面猛攻下，乌军6个外警戒阵地接连失守，俄军已在西南方向形成了突破。乌军的7个不满编旅当下正在判死抵抗，无奈兵力相差10倍。俄军苏34战斗轰炸机还在疯狂投掷滑翔炸弹，战况岌岌可危。再来看莱曼方向，乌克兰第60机械化旅在特尔尼村和伊凡尼夫卡村附近发动反击，并已取得了初步的进展。而在托列茨克方向呢，乌克兰独立总统旅第2机械化营的士兵分享了在托列茨克市区与俄罗斯人展开激战、歼灭敌人的视频。老早就说要丢的托列茨克，目前至少有 30% 控制在乌军手里。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乌军通过局部反攻取得了一定效果，收复多个阵地，但也要看到，这只是拉锯战中的微弱胜利，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态势。但巴赫穆特东北方向的西维尔斯克却是另一番景象。根据 ISW 的战报以及乌克兰报道1月19日的消息，乌军第10雪绒花山地旅在威姆卡兹瓦尼夫卡接触线上全歼了俄军进攻部队。
斯瓦尼夫卡是西维尔斯克的门户，为了砸开这道门，俄军出动了4辆 BMP-2、50辆摩托车冲锋队、大量全地形车以及29架攻击无人机。集袭炮火和开辟炮火完成后，大批俄军骑乘着各种载具蜂拥而来。但这些高速载具虽然灵活，却没有任何防护力，就算机枪和步枪也能将其打成筛子。雪绒花旅率先打爆了进攻俄军的装甲车，紧接着炮兵、无人机、狙击手、轻重机枪等一拥而上，杀伤性武器编织出密集的火网，收割俄军机械化部队。不少俄军骑手被炸得肢体横飞，四处逃窜或躲进树林的步兵则遭到乌军无人机的逐一猎杀。除了1名俘虏外，进攻的俄军全军覆没。更多的欧洲军工企业开始在乌克兰境内直接设厂生产武器支援乌军。最新消息，德国豹2坦克的生产商也宣布了这一决定。图片报道，生产德军著名豹2坦克的武器制造商 KNDS Deutschland 表示要和基辅方面合作，在乌克兰建立厂房。这意味着他们将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直接生产武器，在快速部署给前线的乌军，大大提高了军援效率。事实上，在2024年，德国的另一家军工巨头莱茵金属早已在乌克兰建立了多达4座工厂，并交付了首批 Lynx IFV 装甲车。外国分析，这是欧洲升级支持乌克兰的新举措，也是未来军援的一大趋势。另一方面，欧盟内亲莫斯科的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则遭到了更多的反对声。Nexta 新闻报道，近日有264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联名致信菲科，敦促他退出政界。这些科学家对菲科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表达了担忧，并直言去年的枪击可能对他的脑部产生了影响。早些时候，菲科对斯洛伐克反对派访问基辅一事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引发了极大争议。此外，他们还对菲科的外交政策表示忧虑，因为这经常和欧盟的政策相矛盾。不过，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菲科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再次和欧盟相悖，批评了乌克兰。欧尔班声称，如果基辅再不让俄罗斯的天然气通往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他将和菲科反击乌克兰，释放出他们的怒火。他还反对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并表示这会毁掉匈牙利的经济。而泽连斯基则没有理会这些威胁，外界也不知道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能如何反击乌克兰。事实上，不久前，菲科已开始和土耳其方面接触，讨论从他们手中获取俄罗斯天然气的可能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会想办法，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也没有透露将如何实施。近来，以色列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最新消息，以色列准备将缴获的俄式武器援助给乌克兰。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近日，以色列副外长沙伦·哈斯克尔和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叶夫根·科尔尼丘克举行了深度会晤。会上，以色列方面提议，愿意将以军在黎巴嫩和其他战场缴获的俄制武器转交给基辅。乌克兰大使科尔尼丘克对此表达了感谢。随后，双方还讨论了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多项合作。紧接着，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其官方社交媒体上公开证实了这一点，并强调这一提议是承认两国面对共同挑战的重要一步。共同挑战一词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意义。相关消息迅速引起国际关注，因为以色列之前在同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交战中曾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在2024年10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在真主党的基地发现了先进的俄式武器，包括他们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实际上，去年以色列已向基辅援助了空袭预警雷达系统，迈出了军援乌克兰的第一步。现在则更是开启了新的援助阶段。大家想想，如果这批武器最终能打包送给乌克兰，对于前线的乌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那样，他们将继续用俄军的武器来反击俄军，这也是中东局势和俄乌战争相互影响的又一大表现。
毕竟实事求是地说，在哈马斯发动10点7袭击之前，以色列对援助乌克兰还是持保守态度的。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也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以军参谋长赫尔奇·哈勒维突然宣布了辞职。哈勒维表示，他将对10月7日的失败负责，将在3月6日正式离职，在这之前会做好交接工作。而以军南方部队的司令亚伦·芬克尔曼也同日宣布退休。最新消息，有报道称，朝军击杀了俄军后潜逃。俄媒 Astra 透露，当地时间1月13日，有3名朝军涉嫌在库尔斯克对俄罗斯的810海军陆战旅实施了袭击。据悉，这3名朝鲜士兵共击杀了5名俄军，随后逃出了军营。接着，俄方发布逮捕令，但事情已经过去了1周，这3名朝军依然没有被抓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有消息说，可能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向乌军投诚。目前，俄方还没有就此事发表正式回应，该消息有待证实。不过，这也让遇袭的俄810旅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因为从去年12月以来，这支俄军的精锐部队就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连续追击。乌军先后定点空袭了810旅的数个指挥中心，并迫使他们撤离到库尔斯克的后方普列霍沃休整。但就在810旅抵达后不久，乌克兰又袭击了他们在普列霍沃的一个大型弹药库，打掉了对方的后勤装备。与此同时，关于乌克兰俘虏的2名朝军士兵也有了更多的后续。泽连斯基发布了他们接受采访的最新视频，画面中，其中1名俘虏也介绍了自己被俘的经历。他表示，当时正和其他7名队友在库尔斯克的森林区作战，然后被穿越雷区的乌克兰特种部队伏击。战斗中，他负伤倒地，而剩下7人则选择独自突破，留下他1人在林间。被乌军发现后，他曾试图用手榴弹抵抗，但最终被俘。而俄方则开始炮击这块区域，随后乌克兰人带着他回到了本方防区。更引起注意的是，采访中他重申自己并不知晓要被派往俄乌战场，甚至都不知道2国在交战，他是被民用船运到俄罗斯的。莫斯科方面同样未做进一步回应，不过之前俄方曾间接否认了该说法，称朝方派兵参与俄乌战争是为了提高战斗力。而俄方设定的1月20日击退乌军的期限已过，但乌克兰仍在库尔斯克这块土地上行动。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川普讲述了他对曾经的偶像普京的看法，他正在摧毁俄罗斯。川普认为，持续近3年之久的俄乌战争，不仅让俄罗斯付出了约80万士兵伤亡的惨重代价，还导致俄罗斯经济处于危险边缘，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10%，稍有不慎就有崩溃的危险。因此，川普直言不讳地评价普京说，他做得不太好，他应该做个交易，抑制和平谈判。我想他是通过不做交易来摧毁俄罗斯的。这是川普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公开明确他对普京的态度。而最令全球出人意料的是，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转变之大。当被问及如果普京拒绝谈判，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时，川普回答说，看起来是这样。他补充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在谈判后进行审查，但欧盟必须与美国的捐助相匹配。川普在其社交媒体的最新帖子上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立场。我要帮经济正在衰退的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一个大忙，现在就解决，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它只会变得更糟。川普写道。此外，川普还承诺对俄罗斯出售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任何产品征收高额税收、关税，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并不想伤害俄罗斯。我热爱俄罗斯人民，并一直与普京总统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绝不能忘记，俄罗斯帮助我们赢得了第2次世界大战。在这里，远山要插一句话，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可是一直认为是美国帮助苏联赢得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哦。俄国人一直认为他们才是最大的功臣，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川普这么说，就是在跟普京抢功吗？川普继续写道，在此过程中，我们失去了近6000万人的生命。
综上所述，我要帮经济正在衰退的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一个大忙。现在就解决，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战争只会变得更糟。如果我们不尽快达成协议，我别无选择，只能对俄罗斯出售给美国和其他参与国的任何产品征收高额税款、关税和制裁。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吧。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永远不会打响。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也可以用困难的方法，简单的方法总是更好。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不应该再有人为此丧生。对于川普帖文里的最新表态 ，X 账号 Tendar 的回复，我们认为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分析与评述了。该回复这样写道：川普总统很快就会明白，金钱是无法说服普京的，至少现在不会了。他已经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了，尽管他永远不会拒绝更多的数十亿美元，但这并不是他发动乌克兰全面战争的目的。普京真正在乎的是他的政治遗产。在他看来，他的名字应该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或约瑟夫·斯大林齐名。他承诺让俄罗斯恢复昔日的辉煌，这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平衡预算。这也是普京的主要问题，因为他还没有取得任何值得这种荣耀的成就。相反，他的战争是彻底的失败，没有实现任何一个战略目标。接着 ，Tendar 列出了普京最重要的10大失败。1. 泽连斯基总统和他的政府仍然牢牢掌权。与普京不同，泽连斯基总统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从一个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而普京基本上只限于少数几个国家。2. 基辅牢牢地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甚至没有受到争夺。2022年3月，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27%的领土，如今这一比例低于19%。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乌克兰军队仍然完好无损，甚至在俄罗斯领土上也在战斗。3. 顿巴斯受到俄罗斯的全力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即使按照目前的速度预测，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也会一直持续。4. 俄罗斯甚至连一个地区首府都拿不下来，唯一的首府赫尔松甚至都丢掉了。加上扎波罗热市，按照俄罗斯的定义，这2个城市都是俄罗斯城市。5. 几乎所有对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管道的投资，几乎都化为乌有。曾经是俄罗斯经济骄傲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成为乞丐，濒临破产。炼油厂和天然气储存设施四处燃烧。6. 普京非但没有削弱北约，反而扩大了联盟。瑞典甚至芬兰都进一步加强了北约的北部侧翼，并在所有成员国中重振了北约精神。北约国家的国防预算不再是2%，而是3%或4%。7. 俄罗斯完全失去了在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土耳其国家的影响力。中国正在进入政治真空，甚至没有征求莫斯科的许可。8. 总的来说，俄罗斯逐渐沦为中国的附庸国，逐渐失去所有主动权。普京让俄罗斯更接近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状态。普京甚至不得不引进朝鲜军队来抵消其惨重的损失。9. 亲俄的阿萨德政权垮台，摧毁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立足点，这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都没有发生过。俄罗斯在中东政治中几乎再也没有发言权，其在非洲的影响力也严重削弱。10. 由于战场上不断升级的损失、移民以及由于经济不安全而导致的无子女家庭，人口灾难已经达到了俄罗斯前所未有的水平。情况很清楚，俄罗斯处于可怕的境地，没有人，甚至普京最热心的支持者，会将他与其他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统治者并列。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